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有料，但说实话也蛮烧脑的主题哦。这是在现代思想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他们试图在科学跟宗教这两个看似水火不容的领域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这个运动我们就称之为新自然神学。OK，我们直接切入核心。今天所有的讨论其实都围绕了这个大哉问：在我们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你看，从基因编辑到 AI 人工智慧，我们对生命、对宇宙的理解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那在这样一个由科学定律主导的世界观里面，还有没有空间可以容纳上帝这个古老的概念？这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题，对吧？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议题会这么有争议，同时也这么迷人。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深度拆解的核心冲突点。我们可以把这个新自然神学想象成是一份当代的和平协议。你看，过去几百年，从伽利略的时代到现在，科学跟宗教的关系常常被描绘成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双方壁垒分明，好像有你没我。但现在有一群神学家和思想家，他们觉得，够了，不想再打了。他们想做的是，看看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对自然的科学描述跟传统的宗教信仰能够和谐共存，甚至是彼此丰富。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新的方法跟过去那种充满火药味的辩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的争论像是创造论对决演化论，那就是一场零和游戏。比方说，地球是不是真的只有6000年历史？人类到底是不是猴子变的？这种问题就是有你没我，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对吧？但新自然神学完全不是这个路数，它追求的不是对抗，而是共鸣和相容性。它不是要证明对方是错的，而是想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存在的共同空间。好，那这个听起来有点玄的新自然神学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给它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它其实是一场治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神学家约翰后的张 Hart。那所谓的治世运动，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啦，它比较像是一群有着相似想法的学者，透过写书、演讲、辩论，慢慢形成了一股思想潮流。而且重点是，他们这群人本身都具备非常深厚的科学素养，但同时也保有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必须把新的跟旧的这两种自然神学分得一清二楚。你看这张投影片，对比就非常清楚了。左边这个科学家拿着放大镜，好像想在蝴蝶式堡上找到上帝签名一样，这就很像旧自然神学。它的代表就是大家可能听过的智能设计论，它的目标非常激进，是想在自然界中找到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据。而右边这个一个人仰望星空，思考宇宙的奥秘，这就更像是新自然神学。它的目标谦虚的多了，它不是要证明上帝，而是要为上帝的存在寻找知识上的空间。一个是找证据，一个是找空间，这个差别真的非常非常巨大。这段引言真的完美的总结了他们的核心思想。约翰霍特说，他们寻求的不是证据，只是空间。他们不是要证明圣经里的救赎故事，而是想在宇宙的演化中读出一些令人惊喜的未来迹象。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姿态放得非常低，对不对？它不再是强迫科学去承认信仰，而是反过来问，科学的发现能不能也允许我们用一种带有信仰的眼光去解读它。OK， 那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他们用的主要方法就是对科学概念进行所谓的深度解读，英文叫 deep readings。这就好像我们在读一首诗，对吧？我们不只看字面上的意思，我们还会去分析它的意象、它的隐喻，试图找出作者真正想传达的情感。新自然神学家就是用这种文学分析的方式去读《科学理论》这本宇宙大书，去挖掘底下可能蕴含的更深层的神学意义。
重点来喽，这种深度解读主要透过3种技巧来达成。第一是混合科学和宗教的语言，第二是使用寓言或譬喻的方式来诠释，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重新解读像是随机性这样的科学概念。接下来我们会一个一个把它们拆开来看，看它们到底是怎么玩的。好，第一个技巧叫做混合风格，这名字听起来很学术，但其实概念很简单，就是把非常技术性的科学术语跟我们很熟悉的宗教词汇，比如说圣经里的话，把它们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说，这样做就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听起来既科学又神圣的语言风格。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霍特在谈论自然法则这个纯科学概念的时候，你看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上帝对其应许的信实是内嵌于自然法则之中。你有没有发现他把上帝的应许这个纯粹的神学概念跟自然法则这个物理学概念直接绑在了一起？这就是典型的混合风格。对相信的人来说，这句话可能充满启发，但对不相信的人来说，会觉得这到底在说什么？有点奇怪，对吧？好，那第二个技巧就是用寓言或譬喻来诠释。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把宇宙大爆炸比喻成上帝的道成肉身，一个神圣意志进入物质世界的瞬间，或者把长达数十亿年的演化过程看作是一趟生命不断朝向更复杂、更具意识的目标前进的朝圣之旅。大家要注意哦，他们不是说科学上证明了这件事，而是说这是一种诗意的、充满象征意义的解读方式。而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巧，就是重新诠释科学概念。这点真的非常聪明。比方说，演化论里提到很多随机突变，生命的出现是偶然的，宇宙中充满了新颖性。在科学家看来，这些词就是描述自然的客观现象嘛。但新自然神学家会说，等等，这些随机偶然的事件，正因为它们无法被定律完全预测，所以他们是不是就为超自然的介入留下了空间呢？他们认为这就是上帝行动的地方，这就是上帝存在的空间。好，我们刚刚介绍完了新自然神学的主张跟方法，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对不对？也很有启发性。但接下来我们要切换视角了，我们要来看看学术界对这个思想运动最核心的批判是什么。这个批判呢，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直接命中的要害。没错，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循环论证，用学术一点的词叫做诠释学的循环。简单来说，就是你用自己的结论来证明自己的前提。这就像你拿着答案去找题目，那当然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啊，对吧？我们可以把这个逻辑拆解成4个步骤，你看这张图就非常清楚了。第一步，你先打从心底相信宇宙中存在着上帝的应许，好，这是你的前提。第二步，你带着这个信念去解读《自然》这本大书。第三步，结果呢？你果然在自然现象中看到了支持你信念的证据，找到了所谓的应许。第四步，你的信念因此被加强了。你看，这整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封闭的逻辑回圈。他没办法说服一个原本就不相信的人，他只能让本来就相信的人觉得自己的信念更加坚固。所以在严格的哲学或逻辑辩论上，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论证方式。耶鲁讲座里的这位学者用了这句话来做了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他说，当我们用已经准备好的眼睛和耳朵去读宇宙，宇宙就会告诉我们我们想听的故事。这句话真的非常犀利，对不对？意思就是，你之所以能在科学中读出神学意涵，不是因为科学本身包含了这个意涵，而是因为你一开始就戴着一副神学的眼镜在看这个世界。为了描述这种诠释，学者用了一个关键词，叫做 gratuitous。我们这里可以翻译成增生的或武端的。
这概念其实不难懂，就像你看着天上的云，觉得它像一只兔子，云本身并没有要求你把它看成兔子，对吧？这个兔子的形式是你自己的大脑额外加上去的诠释。新自然神学的解读，在批评者看来就有点像这样，它很巧妙，很有创意，但它并不是科学数据本身内建的必然结论，它是一个额外加上去的可有可无的诠释。讲到这里，我们差不多可以来总结一下整个分析的最终结论了。那新自然神学在经过正反两方的辩论之后，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很清楚的结论。首先，科学本身并不需要一个神学的诠释来让它变得完整，物理定律就是物理定律。但反过来说，科学也从来没有阻止任何人去对它进行神学的诠释，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这里我想引用讲者一个非常棒的比喻，他说，我们思想的空间并不像一个拥挤的房间，塞不下不同的观点，相反地，它其实是无限弹性的。所以重点不是科学证明了哪一种世界观，而是科学这个框架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得多，它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诠释，它给了我们诠释的自由，而不是给我们唯一的答案。你可以是个有神论者，也可以是个无神论者，甚至是泛神论者，这些不同的信念系统都可以跟科学的叙事相融，而不会产生直接的逻辑矛盾。所以，这也导向我们最终的观点。你是否接受新自然神学的这种深度解读，其实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选择。它是一个主观想象的可能性，而不是一个客观的必然性。这也让我们回到前面讲的循环论证。或许新自然神学的目标根本就不是要去说服那些坚定的科学家或无神论者，它的真正功能是为那些已经拥有信仰的人，在我们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提供一套能够安顿自己信念的现代语言和思考框架。最后，我想用这个开放式问题来结束今天的讨论。我们所追寻的那个终极意义，它究竟是客观存在于大自然之中，等着我们去发现的，还是说意义本身其实是我们人类用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想象力主动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它恰恰点出了科学与信仰之间那个最迷人也最深刻的张力点。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介绍了新自然神学，这是一个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的现代思想运动。它的目标不是找证据，而是为信仰寻找制式空间。第二，我们分析了它的主要方法，也就是透过混合语言、使用寓言以及重新诠释科学概念来进行深度解读。第三，我们也指出了它最核心的罩门，也就是循环论证的批判。你之所以能读出神学意义，很可能是因为你一开始就带着神学的滤镜。最终的结论是，这种解读是一种主观的可选的可能性，而非科学所要求的客观必然。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